2026年5月5日的傍晚，那位你我都熟悉的通灵者普萊再一次坐進了泰國吧台 Deep Talk 第30集的攝影棚。他沒有像往年那樣慢悠悠的寒暄，沒有先說幾句吉祥話，也沒有給觀眾留下任何心理緩衝，而是一開口就把整個直播間的氣氛壓到了冰點。他說，今年下半年將是2020年那場全球瘟疫之後所有人最需要警覺的一段時間。他還說了一句讓在場主持人臉色瞬間變了的話。他說，這次的疫病不會像新冠那樣有一個簡單響亮的名字，不會有人能在第一時間給它命名，不會有國際組織第一時間跳出來示警。它將以一種更狡猾、更難以對付的形態出現，那就是致命混合體。什麼叫致命混合體？普萊的原話翻成中文大致是這樣的：未來這場大規模的病疫是好幾種古老的疾病混合在一起，當你去檢查的時候，你甚至搞不清楚自己得的是什麼，醫生也不知道該怎麼治療。他說，最可怕的是那些跟着洪水一起來的疾病，跟着老鼠一起來的疾病，跟着被污染的泥土一起來的疾病，只要你身上有一道小小的傷口，它就能找到你。這段話聽起來像是恐怖片的開場白，可是它跟接下來要發生的所有事情環環相扣的让人發冷。很多人听完這段話的第一反應是，這不就是一般的危言聳聽嗎？然而當我們回頭去看普萊過去10幾年來的記錄，事情就沒有這麼簡單了。在2020年新冠爆發的整整3、4年前，他就曾經在電視上對着鏡頭說過，未來會有一種類似艾滋病那樣難以根治的傳染病，會以非常快的速度散播全球。他看到的畫面是人們像印度那樣一排排倒下，當時所有人都當他是在嚇唬人，可是現實後來怎麼演，我們都看到了。更早之前，他還曾經精準描述過一場將會發生在東南亞的大型水災，那場水災後來真的在那個區域上演。他也曾在猴痘還沒成為國際新聞之前，預測那種病不會像新冠那樣猛烈，可是會在世界各地散散落落地存在下去，永遠不會真正消失。他甚至明確指出，瘟疫的爆發周期會從過去的每50年一次，慢慢縮短到30年、10年、3年，最終變成每年都來一次。這個論斷如果放在10年前，會被當成笑話，可是放在今天，幾乎每一個公共衛生學者都不得不承認，全球疫病的爆發頻率確實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所以這次當他坐下來，平靜的、清楚的，用幾乎是醫學分析的語氣告訴我們，致命混合體即將降臨的時候，我們真的還能當作普通的綜藝節目看嗎？讓我們把鏡頭再拉近一點。普萊在這場長達1個多小時的訪談裡，把整個2026年下半年的災難圖景分成了好幾個層次來描述。第一個層次是水，他說今年的水會比往年提早2到3個月到來，這不是普通的雨季提早，而是雨水累積之後沒有地方去，街道排不出去，城市的下水道吃不下，於是大量的雨水會跟山上衝下來的土石泥流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非常深、非常濃稠、顏色像泰式奶茶那樣的死亡泥流。他甚至具體描述會出現一種地表整片塌陷的現象，整塊地面連同上面的房子一起向下坍下去，伴隨着那種濃稠的暗色泥水奔湧而出。他特別提醒那些蓋在山上用混凝土堆起來的高地建築，今年要格外小心，因為一旦地基鬆動，後果不堪設想。他還補充了一個細節，今年的水汛會在潑水節結束之後忽然變得很急，那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時間節點。他請大家從5月開始就要做準備，不要等雨真的下來才慌。這種具體到月份的預警，在過去的通靈節目裡是極為罕見的。第二個層次是火，他說今年很奇怪，水跟火會同時出現，這聽起來很矛盾，因為水照理說應該是滅火的，可是他看到的畫面卻是水來了之後反而引發了火。他推測這跟基礎設施的老化有關，當水滲進那些已經服役太久的電力系統、變電箱、地下管線，反而會導致大規模的短路與火災。他拜託全泰國的家庭，趁現在還來得及，趕緊去檢查自家的電線，老舊的線路該換就換，因為當水跟火同時逼近的時候，沒有人有時間慢慢處理。他甚至直接喊話泰國電力公司，希望官方能夠正視這個問題，因為光靠民間自救是不夠的。第三個層次，也是這次預言的核心，
就是致命混合體。普莱用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形容，他說，從前的瘟疫是有規律的，每50年來一次，後來變成每30年一次，再後來每10年一次，再後來每3年一次，最後就會變成每1年都來一次。他不是在做數學遊戲，而是在描述一個非常真實的趨勢。他認為現在的微生物已經學會了如何對抗人類的抗生素，它們不再是過去那種單純的被動的存在，它們開始主動進化，並且學会了一個新技能，那就是組合。他舉例說，你可能今天感染的是一種看起來像登革热的東西，可是檢驗報告上又出現了類似结核菌的指標，等到醫生開了抗生素，又發現你身上的菌株对所有第一線藥物都有抗药性，你住院，你花光積蓄，你身體一天天虛弱，可是沒有人告訴得了你，你到底得的是什麼。這就是致命混合體最恐怖的地方，它不是一種病，它是一群病的組合，它打的是醫療系統的協作能力，而不是单純的免疫力。而當你把普萊這段話跟現實對照，你就會發現整件事更加令人不安。讓我們先看看泰國本土最近發生的事。在2026年4月18日，也就是普萊上節目的2周前，泰國衛生部對外公布了一份警告。截至當時，光是類鼻疽這一種疾病，全國累計病例已經來到732例，死亡23人。類鼻疽是什麼？它是一種潛伏在土壤和水裡的細菌感染，病原體叫做類鼻疽伯克氏菌。東南亞的醫學界把它戲稱為越南時間炸彈，因為很多越戰時期的美軍士兵回國幾十年後才發病死亡。這種菌一旦透過皮膚的傷口進入人體，死亡率可以高達 35%， 而且在泰國東北部，每年估計造成將近2800人死亡，比很多人想象中嚴重得多。它正是普萊所說的跟着土壤一起來的病。更可怕的是，類鼻疽伯克氏菌的潛伏期可以從2天到30年不等。也就是說，你今年雨季踩了一腳泥水，可能要等到20年後才發病，而那個時候你早就忘了自己曾經做過什麼。它就像一顆被埋進你身體裡的定時炸彈，安靜的等待，然後在某一天毫無預警的引爆。再看另一種叫做钩端螺旋体病的疾病，光是2024年的一年，泰國前9個月就累積了將近6000個病例，死亡将近120人。這種病的傳播模式更典型，它是透過老鼠、豬、狗的尿液污染水源，然後在淹水的時候大量擴散。當人們涉水走過淹水的街道，只要腳上有任何一個小傷口，一個破皮，一個被蚊子叮過的紅點，這些細菌就能直接進入血液。一旦進入血液，它會攻擊你的肝、你的腎、你的腦膜。初期症狀就只是發燒和肌肉痠痛，跟普通感冒一模一樣。可是等到你發現不對的時候，可能已經是器官衰竭。全球每年估計有100萬人感染，5萬人死亡，而泰國正是高發區之一。你看出來了嗎？這正是普萊所說的跟着洪水一起來，跟着老鼠一起來，讓人從傷口輕易感染的那種病。它不是在憑空想象，他描述的這些東西本來就一直存在，只是他們即将在某個時間點，因為氣候，因為經濟，因為基礎設施的崩壞，集中爆發。而更讓人心驚的是，這2種病已經在悄悄重新組合了。最近幾年，泰國北部的醫院陸續發現一些病人，明明檢驗結果同時呈現多種病原體陽性，可是症狀又跟任何單一疾病的標準描述對不上。有的醫生認為這是因為病人本來就免疫低下，所以容易合併感染。可是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懷疑，這些細菌會不會在共同感染同一個宿主的過程中，交換了某些抗藥性基因，產生了一種新的、過去從未見過的菌株。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普萊所說的致命混合體就不再是預言，而是已經在實驗室外面悄悄發生的事實。而更巧合的是，就在普萊上節目的3天前，2026年5月2日，一艘橫渡大西洋的郵輪上爆出了一起非比尋常的群聚感染事件。截至5月6日，歐洲疾病管制中心公布的數據是7名乘客出現相同症狀，其中3人死亡，1人病危，2人持續發病，另1人狀況不明。檢驗結果指向一種叫做漢他病毒的東西。漢他病毒平常是透過老鼠的排泄物傳播的，它是一種典型的
動物源性病原體。可是這次它居然在一艘海上的郵輪上爆發了，這在過去是非常罕見的。雖然官方很快出面澄清這次的傳染力低，不太可能變成下一個全球大流行，可是當你把這件事跟普萊在5月5日所說的致命混合體跟着老鼠來的疾病連在一起看，你還能說這只是巧合嗎？漢他病毒的可怕之處在於它的死亡率，在某些变異株身上，死亡率可以高達 38%。它的初期症狀很像感冒、發燒、頭痛、肌肉痠痛，可是接下來會迅速進入第二階段，肺部開始大量積水，病人會像溺死一樣窒息而亡。而它的傳播路徑正是普萊所說的老鼠。當一艘載着數千人的郵輪在大西洋上漂流，發現船上有老鼠的氣息時，那不是一個簡單的衛生問題，那是一個流行病學的警報。不止如此，在2026年的整個第一季，全球公共衛生界其實已經被一連串的訊號搞得非常焦躁。1月的時候，多家國際醫學期刊就警告，今年要特別注意4種疾病的動態。第一種是 H5N1 禽流感，它在過去幾年已經悄悄地從鳥跨到牛，從牛跨到貓，從貓再跨到零星的人類個案。美國的乳牛群在2024年就出現了大規模感染，許多牧場工人也被檢測出陽性。雖然症狀普遍輕微，但科學家最擔心的就是哪一天它的基因序列會出現一個關鍵的突變，讓它具備人傳人的能力。如果那一天到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內部的推估，全球可能會在6個月內失控。第二種是猴痘，它在2022年大爆發之後並沒有真正消失，反而在中非地區出現了毒性更强的第一型分支。2025年年底还在英格蘭被檢測到了一個全新的變異株。專家警告，猴痘已經從一個非洲的罕見病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常駐病，而它的下一步可能是進一步突變，變成傳染力更強、症狀更隱蔽的版本。第三種是麻疹，在全球疫苗接種率下降的趨勢下，美國光是2025年就累積超過2000個病例，創下將近30年的新高，連帶着美國從2000年就拿到的麻疹根除國家資格都岌岌可危。麻疹的可怕在於它的傳染力，一個感染者平均可以傳染給12到18個人，是新冠的好幾倍。當疫苗接種率掉到一定臨界點以下，這種我們以為已經消失的古老疾病就會重新從教科書裡跳出來。第四種是奧羅普切熱，一種由小型猛蟲傳播的熱帶病毒，它的活動範圍正在隨着氣候變遷不斷北移，連美國東南部都已經出現本土病例。它過去只在亞馬遜流域被零星記錄，可是最近幾年，整個美洲都開始出現旅遊相關的病例，連孕婦感染後造成胎兒畸形的個案都被報告出來。聽到這裡，你或許會問，這4種病不是各管各的嗎？怎麼會跟普萊說的混合體有關係呢？這就是問題的關鍵。當代流行病學裡有一個詞叫做病毒重組，當2種以上的病毒同時感染同一個宿主，無論這個宿主是人還是動物，它們有可能在細胞內交換基因片段，產生一個全新的、原本不存在於自然界的混合病毒。這正是當年新冠的某些變異株的成因，也是流感跨物種跳躍最關鍵的機制。你可能不知道，1918年的那場西班牙流感殺死了全球將近5000萬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總人數還多。而它的源頭，根據近年的基因考古，就是一場禽鳥流感與人類流感在豬身上的重組事件。也就是說，普萊所說的致命混合體，從通靈的角度聽起來像神秘學，可是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它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具體、非常科学，也非常令人擔憂的現象，而且歷史上早就上演過好幾次。我们再把視野拉得更廣一點，世界衛生組織從2018年開始，就把一個叫做疾病 X 的概念寫進官方的觀察清單。疾病 X 不是某一個特定的病原體，而是一個預先保留的位置，留給未來那個我們還不知道、還沒命名卻必然會出現的下一個全球大流行病。新冠就是上一個被填進這個位置的疾病 X。而到了2026年，根據多家國際公衛智庫的評估，全球進入這一年的時候，反而比剛從新冠走出來的那2-3年更脆弱。為什麼？因為各國疫苗接種率下降了，
因為大眾對醫療權威的信任度下降了，因為國際援助機制在政治壓力下被削弱了，因為 AI 生成的健康假訊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污染社群媒體。光是2025年7月，臉書上就出現了一段 AI 偽造的影片，假冒世衛組織發言人，宣稱即將推行的全球流行病條約會剝奪人權、強制監控。這段假影片被瘋狂轉發了數百萬次。等到官方出來澄清的時候，傷害已經造成。當下一個疾病 X 真的來敲門的時候，人類的整體應對能力反而比5年前還要差。更可怕的是，現在的年輕一代，根據2025年艾德曼信任度報告的調查，全球每3個年輕成人裡就有1個對兒童疫苗持懷疑態度。他們相信社群媒體上的個人經驗，多過相信醫生跟科學證據。當這一代人開始為人父母的時候，整個社會的免疫屏障會出現一個我們從未見過的破口。這正是普萊在節目上反覆強調的那一句話的可怕之處。他說，這次的疫病不會被簡單命名，不會被快速辨認，醫療費用會非常昂貴，而那是發生在經濟很差的時候。他不是在預言一個單獨的災難，他是在預言一場系統性的崩壞，一場由病、錢、政治、基礎設施同時失靈所構成的完美風暴。說到經濟，這也是普萊這次預言裡另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部分。他在訪談中明確地說，現在的經濟還不是最差的，現在只是處在下行的途中，還沒有觸到真正的底。他預測，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幾種職業會特別辛苦。第一種是房地產投資客，因為買賣兩端都會凍結，買的人沒錢，賣的人也賣不掉，整個資產不再具有變現的能力。他甚至直接點名，那些手上握有大量土地等着轉手套利的人，今年會非常痛苦，因為買家根本不會出現。第二種是股票投資人，泰國股市會非常难熬，每一次的上漲都會異常艱辛。他對所有熱愛當沖、熱愛技術分析的散戶說了一句很重的話，意思大概是，光是等他爬一格，你就會累死。這對於很多把存款都壓在股市裡的中產階級來說，是一個非常嚴厲的警告。第三種就更可怕了，他沒有具體點名，只說有一群人會因為健康跟金錢的同時崩塌，承受極大的痛苦。他說的就是那些被致命混合體纏上的人，他們不僅要對抗看不見的病魔，還要面對無止境的醫療賬單，而他們的薪水在經濟下行的時候根本支付不起。這正是現代社會最殘酷的一面。當你最需要醫療資源的時候，你可能正好沒有錢，而當你有錢的時候，你又不會生病。普萊還順帶聊到了黃金，他說，黃金長期投資怎麼算都划算，但是現在這個位置是趕的人就能贏的時刻，因為短線的波動會非常大。他認為金價長期會繼續往上走，往新高邁進，這某種程度也呼應了他對全球經濟的那種下行還沒到底的判斷。當人們對紙幣失去信心的時候，黃金就会被重新搬回家。接着他又談到了戰爭，他說全球會出現新的經濟區塊重劃，舊的聯盟會被拆掉，新的聯盟會被建立起來，每一個國家都得選邊，一邊是想要妥協、想要和平交易的商人路線，另一邊是堅決對抗、絕不退讓的武士路線。他對泰國的建議是，先抓住機會，這某種程度上也適用於我們所有處在變局中的人。當然，他也提到了一個非常敏感的詞，那就是生物武器。他說未來會有使用生物武器的衝突，這是非常重的一句話。我們現在還沒辦法判斷他所說的致命混合體究竟是來自於自然界的病原體重組，還是來自於某些国家實驗室裡刻意設計的東西。這兩種可能性從預言的角度看並不互相排斥。事實上，過去10年來全球生物實驗室數量暴增，許多研究人員私下表達憂慮，認為某一天的某一個意外足以讓人類重新體會什麼叫做無法挽回。而把普萊的這場預言放在更大的脈絡裡看，你會發現它並不是孤軍奮戰。最近幾年，全球各地的預言家、占星師、研究神秘學的學者幾乎都在指向同一個時間段。有人說2026年的下半年將出現一個轉折點，有人說將會有3天的黑暗，有人說将會有天空現象，伴隨着大規模的疫病而來。雖然每個人描述的細節不一樣，可是當這麼多互不相關的訊息源頭
同時把指針指向同一個年份的同一段時間，這已經不能用巧合來解釋了。我們再回到最現實的層面，普萊在節目最後其實給了一些非常具體、非常落地的建議，這也是這場訪談最值得普通人記住的部分。第一，他說從5月開始就要開始準備，不要等到雨真的下來才慌。他特別強調，今年的水汛會在潑水節結束之後忽然變得很急，那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時間節點。第二，如果你不得不在淹水的地方走動，請務必穿膠靴，請務必不要赤腳踩在泥水裡，請務必把任何傷口包紮好。他說，跟着水來的疾病，從你皮膚上的一個小破口就能進去。如果你已經涉過淹水區，請在24小時內用清水跟肥皂徹底清洗，並觀察自己有沒有出現發燒、肌肉痛、眼睛發紅的症狀。出現任何一個症狀，請立刻就醫，並主動告訴醫生你曾經接觸過洪水。第三，遠離地下道、隧道、低洼通行區。遇到淹水，寧可繞路也不要硬闖，因為一旦地表突然塌陷，這些地方就是死亡陷阱。光是過去幾年，全球就有不少車主因為硬闖淹水的地下道而失去生命。那些畫面提醒我們，水的力量遠遠超過人類的想象。第四，請檢查家裡的電器與電線，特別是那些常年泡在潮濕環境裡的舊管線。當水跟火同時來臨，最先出事的就是那些沒有及時更新的家庭。如果你住的是老房子，請特別注意天花板裡的舊配線，那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容易引發災難的地方。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不要因為持戒、念佛、修行就放棄對自己身體的照顧。他特別說過一句話，意思大概是，就算你修行修到圓滿，如果你不照顧自己的身體，病魔還是會找上你。這是非常樸素卻很有力量的一句提醒。健康不是靠信仰換來的，健康是靠每一天的自律，每一次的運動，每一頓的均衡飲食換來的。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我們記住，他在節目裡建議，在這個經濟下行、糧食供應越來越不穩定的年代，那些還有土地的人，請開始種田、種米、種菜、種水果，能種就種。那些沒有土地的人，請學習加工、學習儲存、學習處理農產品。他認為，未來幾年，泰國的經濟主角不會是觀光業，而是農業、漁業，是那些最基礎、最古老、最被都市人忽略的行業。這個建議聽起來很土，可是當全球供應鏈在某一天忽然斷裂的時候，能夠自給自足的人就是最後的贏家。聽完這一整段預言，你或許會感到一陣寒意，但是我們得冷靜下來，問自己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普萊的預言準嗎？從記錄上看，他的命中率確實高得驚人。他在新冠爆發之前3-4年就準確描述了那場全球疫情的輪廓。他在這幾年的政治、經濟、災難領域也累積了不少被現實驗證的案例。當然，他也有失準的時候。最近一次比較明顯的是關於泰檢邊境的某項預言，引發過一定爭議。他自己也公開致歉過，這一點我們得實事求是地說出來。所以我們不應該把他的話當作絕對的真理，但是當他講的東西跟全球公衛數據、跟泰國當地的疫情報告、跟郵輪上的真實事件、跟世衛組織的疾病 X 警告全部對得起來的時候，我們也没有理由把它當作純粹的娛樂。第二個問題是，致命混合體真的會來嗎？從科學的角度回答，它已經在來的路上了。微生物的抗藥性、病毒的重組能力、氣候變遷帶來的疾病活動範圍擴張、人類對自然栖地的侵犯、全球流動性的加快、疫苗接種率的下降、健康假訊息的泛濫，這7個因素加在一起，已經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介入，就足以讓某一種混合體在某個時間點出現。我們可以這樣想，地球就像一個巨大的培養皿，80億人口擠在裡面，跟超過100億只牲畜、無數的野生動物近距離接觸，再加上每天有數百萬人在跨國飛行，在這樣的環境裡，病原體的混合機會是史無前例的多。普萊看到的可能就是這7個因素疊加之後的那個臨界點，而那個臨界點，根據他的描述，就在今年下半年。第三個問題是，普通人到底能做什麼？老實說，能做的事情並不多，但每一件都很重要。第一是準備，家裡準備一些基本的防災物資，乾糧、清水、急救包、
常用藥品，一雙好的雨鞋，一副好的口罩，一些可以撐3到7天的家庭儲備。這些東西在平常用不上，可是當那一天真的來的時候，它能救你的命。如果你住的地方容易淹水，請考慮把貴重物品搬到2樓以上，把重要文件做好防水保護，把車輛在汛期高峰時停到地勢較高的地方。第二是健康，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把該做的疫苗打一打，該補的營養補一補，該動的身體動一動。一個強健的免疫系統是面對任何混合體最後的防線。請檢視自己的維他命 D、鋅、維他命 C 的攝取量，這3樣在多項研究中被證實對呼吸道感染有保護作用。請維持良好的睡眠，每晚至少7小時，因為睡眠不足會直接削弱免疫力。請減少加工食品，多吃原型食物。第3是訊息，學會分辨哪些訊息是真的，哪些是 AI 生成的，哪些是別有用心的人在散播的恐慌。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能保持冷靜，能交叉驗證的人才能活下来。請至少追蹤2到3個你信任的官方資訊管道，例如疾管署、世衛組織、可靠的學術期刊摘要。當社群媒體上開始流傳某一條讓你心跳加速的驚人消息時，請先去查一查那些官方管道有沒有同樣的說法。第4是社群，在災難面前，一個人是非常脆弱的。請維持你跟家人、跟朋友、跟鄰居的良好關係，因為當水真的來的時候，能拉你一把的永遠是你身邊的人，而不是熒幕另一端的網友。如果你跟家人之間有什麼還沒說出口的話，請趁現在說出來。如果你跟某位老朋友很久沒聯絡了，請趁現在打通電話。災難不是用來提醒我們害怕的，它是用來提醒我們珍惜的。最後，我想分享一段普萊在訪談裡幾乎被所有媒體忽略的話。他說，當這一切災難過去之後，那些離開的人其實比留下來的人輕鬆。留下來的人要面對的是更貴的醫療、更差的經濟、更紛亂的世界，以及一個永遠回不去的時代。這句話聽起來很悲觀，可是仔細想想，它也藏着另一層意思。它其實是在告訴留下來的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要更堅韌、更謙卑、更懂得珍惜。因為災難從來不是用來嚇人的，它是用來讓人類重新審視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面鏡子。從2020年那場改變全人類命運的疫情，到2026年下半年即將降臨的致命混合體，這6年的時間，地球給人類上了一堂又一堂沉重的課。我們學到了什麼？我們改變了什麼？我們有沒有变得比以前更好？這些問題，沒有一個通靈者能替我們回答，只有我們自己每一個人，在每一個微小的選擇裡，慢慢地給出答案。普萊的這場預言可能會發生，可能不會，可能比他說的更輕，也可能比他說的更重。但無論結果是什麼，我們今天聽到的這些細節都不該被當成茶餘飯後的話題就遺忘掉。請把它們記下來，請把它們轉告給你身邊的人，請在你還有餘裕的時候，做一些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準備。歷史上每一次大規模的瘟疫，從黑死病到西班牙流感，從 SARS 到新冠，事先都有人發出過警告，可是大多數人都選擇了忽略，因為相信壞事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是人類的本能。可是那些少數選擇相信、選擇準備的人，往往就是最後活下來，把家人也一起帶過難關的人。因為當致命混合體這4個字真的從新聞標題上跳出來的那一天，我們所有人都會明白，原來那位坐在攝影棚裡平靜說話的女人，從頭到尾都不是在嚇我們，她只是想多救一個算一個。而你能不能成為那個被救下來的人，從你看完這支影片的這一刻就已經開始決定了。